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很高兴跟大家再见了。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5月27日周二下午的4点45分。今天来教大家免费注册谷歌云。很多用户都知道，谷歌云给每位用户提供了免费3个月的试用期，在这3个月里面呢，会赠送你$300覆盖你的所有花费。但比较少的人知道，其实谷歌云它还提供了一项隐藏的福利，就是你按照它指定的配置来创建之后呢，1分钱都不需要花。也就是说，即便你3个月试用期过了，依然是可以免费继续使用的。我知道很多观众也很可能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或者是刚入币圈没多久，在这里呢，推荐大家提前注册下交易所，像我们的币安、OKX 交易所，这些主流交易所呢，将会对我们以后的加密生活铺砖添瓦。同时呢，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的话，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的优惠，独家的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赶紧注册起来吧！另外呢，在每一期视频的下方都放置了我们跟单交易所的跟单链接，在这个方向上呢，你可以利用自己的闲置资金实现利滚利的收益，那么最大化自己的闲置收入。网上呢有很多大佬已经分享过了，但订阅我的频道的很多小白朋友的话，可能还不清楚有这样的福利。那今天呢，我就从头到尾走一遍，并跟大家讲讲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搞完这些之后呢，你就拥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免费 VPS。在上面呢，你可以搭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上网节点。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同样的，在今天开始之前的话，稍微整理了一篇文档啊，在上面的话有详细的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到今天的一个免费申请链接，到时的话直接点击一下前往就可以。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不在海外的话，你就需要用到一个美国的虚拟 ID， 那到时候的话直接可以通过获取的方式来在线生成。然后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网络环境。那什么是干净的网络环境呢？这里非常好给大家解决啊，就是点开我们的头像，就是用户的头像的旁边3个点，然后这边有个打开新的无痕窗口。那这里的话我已经打开过了，在这里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无痕窗口。无痕窗口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用户登录的。准备好所有的基础设施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到一个 Google 云免费申请链接。那这里点开一下，正如我说的，无痕浏览的话没有任何用户的登录啊，所以我们需要先提前登录一下。那这里的话，我先登录啊。如果你没有 Google 的账户的话，你可以自行创建一个，这个应该不需要我来教吧，非常简单哦。登录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到一个免费试用啊。那在这里的话，要提前跟各位观众也稍微提一下，那它当前的国家和地区啊，最好是和我们的IP 节点是一样，就是 VPN 节点是一致的啊。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节点在新加坡，我们就把这个国家和地区选自新加坡。但是我们也比较建议你就是选择美区，因为美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稳定一些。那这里我们以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子先试一下，我看一下不更改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这样注册。好，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同意和继续。然后它这里呢需要我们填写一下付款信息啊。那这个付款信息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外币的信用卡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建议你使用到这一个虚拟信用卡。你可以在网上注册一个啊，因为它这个的话是要实名认证的啊，不可以在网上随意生成一个信用卡卡号或者是我们的安全码就可以进行到一个验证的，这个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是实名认证的。如果你还未清楚怎么注册虚拟信用卡，可以参考我这一期影片督配虚拟信用卡，特别是针对那些想要出国旅游的、出国看看大千世界的你，有这样一张卡的话，可以是一卡在手，天下你走，并且督配的话，它有实体卡可以邮寄到国内。开卡是需要一定费用的，要提前跟你讲一下，很正常，你现实当中去开卡也是需要一定手续费和开卡的费用的，只是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线下，那么这个也是一模一样。再次跟你说明啊，开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卡种啊 ，Visa 和万事达一般来说都是可以的，不要去注册其他的卡种。那这里的话，如果你成功注册啊，会直接来到这样一个页面，然后他再问你，比如说帮助了解的需求啊等等等，这个的话就代表你已经成功了，并且它这里已经有实际体现到正处于一个免费试用期啊。那这里我们先勾选一下，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在这个试用期的范围之内了。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显示使用0币，然后共计$394啊。然后在下方的话会有个激活完整的账户，一定不要点击，千万不要激活完整账户，因为一旦点击之后的话，到时候如果有价格差，也不价格差，如果有价差的话，它会从你信用卡里面扣钱的，也就是你
它就是从绑定的那张银行卡里面扣钱。虽然你那张银行卡很可能没有钱，但是为了不影响后续的使用的话，大家也不要被这一个 Google 项目反撸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激活完整的账户。然后在这里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了。我们来看到一个产品啊，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创建一个虚拟机，然后点击一下。我们打开之后呢，上方其实会有一个启用的按钮，这里的话等待这一个反应啊。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一个使能够，只是因为它这里中文翻译的问题啊，就是点击启用词 API， 然后点击好。如果一直点击没有任何动静的话，尝试把这一个页面刷新啊，然后重新点击。开机好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一下左上方这一个，就是 Google 云的旁边啊，然后勾选一下之后呢，这边是虚拟机实例啊，很可能大家可能看不太懂了，没关系，我也看不懂，所以我会翻译。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虚拟机的实例，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这里我们等待创建一个实例。需要注意的是啊，创建谷歌云的这个服务器啦，只要在90天的免费使用额度当中呢，下方的配置的话是可以自行选择的，只要不超过$300就可以。但是呢，如果你的谷歌云账号已经在90天以外，就是免费试用期之外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再次回到一下这个文档当中啊，这里的话也有体现啊，永久免费使用是需要注意2个条件的，一个是只能创建1台免费的服务器，超过1台的话就会收费。第二个的话是，无论你是新号还是老号都可以。那么，即便是过了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的话，也是能够申请免费永久的一个 GCP 的。只不过呢，需要跟你提前讲一下，你的虚拟信用卡了设置的额度应该是0啊，因为要避免被返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不慎点击到了一个金额可能有价差的，它是会扣除你信用卡里面的钱的。虽然我知道你信用卡可能没钱。包括最近啊，谷歌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你每个月使用200G 的免费标准层互联网数据传输的话，那么它是完全免费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开通之后呢，它默认是使用高级网络的，所以在此之前呢，一定要跟随我的操作来进行，将当前的高级网络切换成为标准网络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扣费情况了。同时，地区的话也是有一定选择要求的，免费套餐的话只能选择到美国地区的俄勒冈、爱荷华和南卡罗纳这3个地区啊，那只有这几个地区的话才是相对来说是免费的。那么机器配置的话，一定要选择最低配置，就是单核1G 内存的共享套餐，然后磁盘的话选择30G 的这样一个标准性永久性磁盘。那这里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演示一下，你就知道我刚刚在说的是就我刚刚说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了。我们回到相对应的创建虚拟机实例当中，名词就姓名的话可以任意填写，无所谓。然后地区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爱荷华州，或者是南卡罗纳州，或者是俄勒冈州这3个地方。然后区的话是 A、B、C、F 任意选都可以啊，我们选 A 吧。然后下方的话是一个 CPU 的核心选择，如果你的套餐已经过了免费试用期，请注意听啊。如果你的账号已经过了免费试用期的话，请一定要选择到eTrue的这一个选项，因为它是免费的。其他选项的话全部都是收费的啊，只有这个eTrue的话是免费的，其他全部都要收费。再三跟你强调一下，如果你的套餐已经过了。我们页面下拉来到这一个机器类型啊，在这里呢，我们要选择一下。那现在针对的是我们套餐已经过了免费试用期的小伙伴们，如果你没有过去的话，没关系，在这个方向上任意选择，包括标准、高内存或者高 CPU， 然后这边在右手边都会有一个具体的价格，只要不超过$300就可以，自己衡量一下。然后呢，在这里我们针对那些过了免费试用期的话，你要跟随我的步骤来做。首先要选择一下共享核心，然后我们选择到eTrue的 Miracle 这一个，就最低配置了，你不用看了，就最低配置，共享核心最低配置，因为它是免费的。在对应的这些都配置完成之后呢，在右手边还是会显示 7.31 的这一个价格啊。很多观众会担心 7.31 的话是不是要进行扣费呢？那么以目前情况来看啊，就是有使用过几个月的用户来解疑啊，创建右侧会显示到 7.31 是正常的，即使在使用的时候呢，会进行到自动抵扣。90天之后，如果你过了这个试用期的话，也会。然后显示是收费的，显示是要收费，但实际是免费的。
那即便90天之后也是免费这个意思嘛，因为它后续有解答，是的，但都会进行到一个抵扣的，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啊。那如果你一定担心的话，你就把自己的信用卡额度设置为0啊，就是不要让它产生任何的费用。在完成了机器配置和对应的操作系统的和存储呢，我们选择到联网，这边有个防火墙，我们要勾选一下允许到一个 HTTP 流量和 HTTPS 的流量，这两个要勾选一下。勾选完成之后呢，我们页面下拉，这边有一个网络接口，一般来说都是默认的，勾选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了。在这里呢，要重点跟你提一下，这边有个主要内部的 IPv4 的地址啊，一定要选择到自动的，不要选择到自己自配的。只有自动的它才是免费的，其他的话全部都要收费。然后呢，继续页面下拉，这边会有一个优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在文档当中给大家提到的高级版和标准这两个类别啊。那我们其实刚刚有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是高级，一个是标准，就是这样子了。那只是它翻译的问题啊，一个变优质的，一个变标准，所以一定要勾选一下标准，因为每个地区的话，每个月可以免费使用200G。全部设置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到一个创建了，那么等待它响应就可以了。虽然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复杂，但其实如果你跟随我们步骤来做的话，应该不太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虚拟机实例创建完成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外部 IP 啊，外部 IP 名称现在是 35.209.164.8， 那新加坡的那一个 IP 节点啊，因为我当前梯子的话连接的是新加坡的。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 SSH 的连接啊，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远程连接了，你是可以通过远程连接在当前的这个 Google 云服务器当中啊，也就虚拟机当中创建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命令啊，或者其他搭建任何项目都可以啊，没有关系。